比特币还要震荡到什么时候？美元指数持续下跌会对比特币造成什么影响？美国总统大选怎么又打成了5-5波？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现在看到比特币的周线图表，我们可以发现呢，我们已经在非常雷同的位置呢，已经震荡了100多天了，已经快接近200天了。那其实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我们当前的价格58000多。其实各位朋友们，我们在2月的时候，对，我没有说错，我们在2月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来到了5万多的价格了。那我们到现在呢，我们依然在此处附近震荡，这就不让我想了解一下我们过往牛市的周期呢，当前在震荡，它符不符合过往的周期，并且我们通常在这种震荡呢，我们都会震荡多久？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必须把级别切大一点点的，我们先切到月线级别好了。我们先看一下我们每轮的牛市，并且呢，我们把减半的时机点啊都给画出来哦。我们都知道嘛，我们这轮牛市减半的时机点呢是在4月20号，4月20号。那我们上一次呢，是在这个位置啊。其实我们可以观察图表呢，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哦。基本上我们过往的牛市呢，我们都是一定要减半过后，我们才会突破一个新高，创出我们比特币的历史新高，创出史高。不过我们这个牛市呢，可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啊，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前几轮啊，比如说我们当时在20年的时候呢，基本上我们也是在突破减半之后呢，我们才突破新高。然后我们在17年的牛市呢，我们一样是减半过后，我们才突破新高。那我们在2013年的牛市呢，其实也不例外啊。等于说我们过去的3轮牛市呢，基本上没有例外过。那为什么我们这一次的牛市它就例外了呢？我们来观察一下。当然，我们上一轮的牛市的前高点在6万9啊，我们确实已经在3月初的时候呢，我们确实就已经突破了我们前面6万9的高点了。可是你说它真的突破了吗？其实从技术来上啊，从技术上来说，如果要称之为突破呢，我们必须完全脱离这个区间。不过你可以观察到啊，基本上我们触碰到了7万4之后呢，我们就在6万到7万之间做震荡，它并没有脱离整个我们在6万9的这个附近的区间，它并不是说直接就出去了8万、9万、10万这样，并不是的。那当然呢，技术上的突破呢，我们是必须看到它完全脱离区间，到9万、10万甚至更高的价位，这样才算。所以会不会很有可能呢？我们现在其实跟过往的周期呢，其实是一致的，或者说很雷同啊。因为比特币它好做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符合周期的。你可以观察到如果我们拿2020年当时作为例子的话，我们从减半一直到突破新高你可以看一下大概花了多久的时间上一次是217天注意减半后217天，我们才真正突破前高那我们再观察我们当时在2017年的牛市当时其实也是减半过后我们一样要到287天287天之后，我们才突破一个新高，我们才创出历史新高然后我们在2013年那个时候的牛市呢，我们一样在减半过后当然这次就时间比较短一点大概是98天那不过我认为2013年的牛市呢，拿到现在的参考价值已经很低了，因为当时的市场环境跟现在真的差距太大了。我认为如果我们拿2017还有2021这两个牛市会比较恰当一点我们在2017年的牛市呢，我们是走了减半后走了287天，我们才创出新高。那我们在2021年的牛市是减半后217天，我们才创出新高。那我们都知道如果你有经历过我们过往的牛市，你再来看我们这一轮，你会发现其实这轮牛市呢，怎么好像走得比较快？那很有可能我们就是要通过震荡的方式来把我们好像走得比较快的这种感觉呢，然后慢慢的把它回到正常周期的轨道上。那正常的轨道其实上轮牛市就是减半过后的217天到减半过后的287天，我们才会突破新高，因为我们白色线是减半嘛，这个没有任何的疑问那当然，这个突破并不是说我们前高是6万9，我们到了7万4，然后又两三个礼拜之后又回来，这样叫做突破，这样不算是突破，至少它不是技术上的突破。我们要的是它真的是技术上的突破，我们确认它真的突破了。那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时间点来估算的话，如果走217天那时间点会在我们今年的年底大概在11月左右会在这个附近那如果说是287天的话呢，
我们也要到2025年，也就是明年的2月年初的时候，我们才会突破。所以，我们当前处于震荡，当前它并没有完全脱离前高的位置，其实是很正常的。过往的周期也就是这么走的。那很有可能只是因为我们前面呢有 ETF 的利多，然后它走的确实是特别快了一些。那中间呢，透过震荡的方式来回归到我们原本的周期，所以当前走震荡并没有不正常啊。好，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500的仓位，这真的非常非常优惠。你只要点击这个链接呢，你就会来到活动界面，下方都有领取空头的流程，你可以看到一步一步 step by step。你注册过后呢，你可以领取比特币、以太坊、Solana 等等主流币种的仓位，赢了你可以把币提走。如果输了也没关系，这本来就是赠送的仓位。那我们再回到图表上面呢，我们可以再来观察一下 DXY 对于盘面的影响。因为如果大家最近呢有在换美元啊，就不无论是从台币换美元呐，或者说各种币种啊去兑换美元的话，你会发现美元呢最近是稍微弱势一点哦。我自己还是以台币的经验为主，我在2个礼拜前吧，我看还是33台币兑1美元，那现在已经很快哦。很快哦，已经来到了32美元兑1台币，等于说美元指数呢在很短的时间内呢就往下走，这当然也是很正常的，因为美国要降息嘛，这很正常啊。那我们来观察一下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把级别一样调大一点哦，然后呢，我们把比特币的图表叠加上 DXY， 也就是美元指数，你可以看到呢，其实我们过往牛市啊，它在最疯狂的时期呢，其实都是要伴随着美元指数的下跌的。那当然了，美元指数下跌，风险资产就上涨，这个是很正常的。你可以看我们在白色框内呢，红色线表示的是美元指数，当比特币往上走，美元指数它就在往下。你可以观察到啊，当然了，它的因果关系其实是DXY 往下走，那比特币就可以往上啊。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在更前面的地方呢，在这个位置。我们也产生了很雷同的这种效果，对吧？也就是我们在加速的最后一段最狂暴的上涨的时候 ，DXY 往下走，比特币就开始往上。那当然了，我们现在呢，其实 DXY 它接下来它确实也是要往下走。那我认为它只要跌破了关键位，它只要确认创出一个新低，并且开启一段确定的空头走势，我相信我们的比特币呢也会像我们之前看到的一样迎来非常狂暴的上涨。也就是我们不管什么时候或许很快或许还有一段时间，但是我相信我们很快呢，我们就会看到就像我们之前这一段美元指数往下，然后比特币疯狂往上的这段时期。我们来看一下 DXY 美元指数吧。那这个是周线的图表，我们可以发现呢，当前呢是疯狂的下跌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呢就已经下跌了不少了。如果你是前1-2个月去换美元的话，你可以发现其实是33点多的又要更夸张一点那你可以看到呢，其实我们在这个位置它又走成了一个趋势线潜在的趋势线。那现在来看呢，感觉是快跌破了。当然，最重要的并不是这个最重要的是水平的互换大概在100左右。其实100呢就是强弱的分界线高于100算强，低于100算弱。那如果说我们在碰到美元并碰到100并且下破的话，那我相信很快比特币它就开启疯狂的大牛市了。当然它有可能在碰到100之后呢，再来几次的反弹，因为你可以看我们前面的，其实也有过多次的反弹但我认为观察 DXY 美元指数也会非常非常的关键。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总统大选，你可以看到现在呢，这是当前的数据这个是8月18号当前的数据现在在 Polymarket 赌博网站上面呢，川普跟贺锦丽呢，现在的这个赔率按照赔率计算的胜率呢，已经来到了1-1了你可以发现，基本上已经是势均力敌不过我们在前几天的时候呢，贺锦丽都还是遥遥的领先川普的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那当然在事件发酵的当下呢，川普是完全追上来了。那现在你来看一下川普呢，他是微幅的落后贺锦丽等于说贺锦丽他是有一点点回血你可以观察到。那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其实这次的美国总统大选呢，真的是战况非常的激烈这个是乔治亚州跟内华达州呢基本上都是
川普是稍微有优势在过去都是稍微有优势的。可是你可以看到现在呢，他的支持率已经跟贺锦丽呢完全在误差范围之内了。因为我相信，如果熟悉选举的朋友都知道，其实民调它是有一些误区的很容易产生抽样误差所以其实基本上这种误差呢，它绝对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贺锦丽是绝对有可能把这几个摇摆州给翻盘了。那我们来观察一下其实贺锦丽她的这个胜率呢就在一则消息过后，她一则演讲过后呢，就直接雪崩式的下滑。你可以看到在贺锦丽昨天的演讲里面呢贺锦丽她很倾向共产主义他的这个经济政策很倾向共产主义那这当然不是美国人民所希望的。在严重的通膨之后呢贺锦丽他认为要用政府的力量呢去控制这个物价，那这个就非常严重了。因为我们都知道用政府的力量控制物价呢，基本上是只有共产主义的国家才会有这种行为比如说委内瑞拉还有前苏联政府。那这导致了贺锦丽他的民调下跌，所以其实这轮选举呢真的是瞬息万变的。我们会为大家一直密集的追踪，因为我们都知道目前呢对于加密货币来说最重要的国家肯定是美国。那么美国的总统他就可以决定政策的走向。那我们都知道川普是很利多加密货币的。其实最重要的我会认为是我们在9月初的总统辩论因为我们都知道9月初总统辩论之后呢，很快11月就投票了投票之后一切都结束了。好，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